也是8分钟，很快的。快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，师傅他们都在那边忙着。这个大叔呢，给我们煮中饭。其实我每天都过来看一下这个施工的进度。这栋房子的改造呢，我基本上是不参与的，提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建议就行了。当然，这3个大哥从上2期的视频也给大家说过了，在改造房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意见，有不统一的，很多问题。今天呢是专门叫了一个无人机过来转运这些材料。前2天呢是用船转运的，人特别的累，而且花的钱也不少。今天用无人机转运，这个费用更高，好像跑一趟来回就是8块钱。这个水泥、沙子还有砖，还有这些领子，来来回回要跑100-200遍。每一块电池，刚才我问了一下这个师傅，他说只用8分钟。然后在旁边用了一台发电机，一边充电一边这样子无人机跑来跑去的，一个上午都在转运这个材料。基本上我看了还有很多，有水泥砖这些，整个今天一天的时间全部都要转运这些材料。那这边的饭菜已经做好了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刚才就给大家说了，我们改造这栋房子呢是在这边租下了2天，这个大叔家的房子，然后中午饭和早饭都是他帮忙给我们做的。对，就是用这个柴火灶来炒菜，然后这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厨房。我们看一下，菜都炒好了吧？太好了，照一下，看一下，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中午我们吃什么？哎呦，挺丰盛的，有肉，有豆角，那边有小白菜，那边还有个是什么？豆豉炒肉。对，这是手艺很好啊。还有两个凉拌，还有凉拌菜啊，那个醋哇，有荤有素。哪里有对？你做工别讲究太多，吃得饱就行了。炒点豆腐那些搞，你天天要搞花样嘛，你这样天天搞一样不行哦。什么东西天天要搞？辛苦了。哪没辛苦？应该的。好。妈在这里，在这里吃。好，可以。今天我们就分个中饭了啊。之前给大家说过，租下这栋房子只花了1500一年，租金是很便宜的，但是改造这栋房子估计要花几十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，身后用了一台无人机，把所有的材料转运到清水江的对岸。那栋房子的位置是不通公路的，所有的材料只能通过或者无人机转运过去。前2天刚刚开始改造房子的时候，我是给大哥他们叫了一个本地的一个师傅开船的，他们就觉得我给他们叫的师傅花了太多的钱，每一艘船跑一天将近是500左右，然后还要几个师傅上下，他们觉得这个费用太高了，可能对我叫的这个人做工不太满意，然后他们今天呢就自己叫了一台无人机过来拉材料过去。今天再做一个对比，究竟船便宜一些，还是无人机用起来便宜一些？正好呢，我们也下去问一下这个无人机的师傅，看他们跑的话究竟要多久的时间，然后他们这个电池的耐久度到底经不经用？一天跑下来估计又能赚多少钱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师傅的这些设备，有一台货车，上面呢拉了一台发电机，这边呢还有一个应该是直播拍视频的手机，然后无人机就在这边。听这个师傅说这台无人机它的一个承载重量呢大概是将近200斤左右，跑一趟过去大概也就20多秒的时间，然后上下这边呢是专门留了一个师傅在这里装卸，相当于呢要把这些沙子，然后用无人机用绳索这样子给它吊过去。今天上午拉过来的沙，现在快到12点钟了，
看整个才装了这个将近这个细沙的将近一半左右吧。实际上跑起来很快，但是做工的速度呢只有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和船的速度呢要通过一天的对比才能够知道。前2天呢，我们是从这边卸了很多砖，然后全部靠着人工从这边把砖用船运到这个对岸。现在中午吃饭的时间了，师傅他们呢都过来了。2艘船今天吃饭有10多个人，又增加了2个师傅过来做工，相当于在我手头上呢是叫了6个师傅做工，他自己有2个，就8个师傅，再加上3个这个大哥老板，10多个人吃饭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和他们蹭一餐饭吃饭。改造一栋房子确实要花费不少的材料。这3个大哥经过仔细的商量，他们想把这个木房子呢改造成砖木结构的，相当于呢我们改造房子是不能拆掉它的主体，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，相当于给它翻修一下，所有的立柱呢全部给它保留，然后墙面呢用水泥砖来砌。这个大一点的石块呢是用来打一个垫层基础的，打好垫层之后上面砌砖。这栋房子他说用个10多20天左右的时间把主体改造完成。其实我是带有一点就是说怀疑的态度，我觉得成本太大了，毕竟过去一趟来来回回的，然后每天师傅做工呢也要乘船到对岸，可能会浪费掉不少的时间。我们持续的去观望吧，反正只要有时间继续给大家来分享视频。看这边拉的是一些过桥板，应该这些都是门窗所要用得到的。这个是混凝土打好的，里面掺杂的有钢筋，将近是1.2米的一个尺寸，大概宽度呢将近是20公分左右。这边呢是小一点的型号砖，都是砌墙的时候用得上。那边呢买的是325标号的水泥，这个是拉了2吨左右。我们给总饭吃我们吃总饭吃嘛。在上午的时候把无人机叫过来，其实3个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矛盾，有其中的一个就想还是继续用船，让师傅去转运这些材料，但是有2个呢就说用无人机试一下，看到底哪种更快一些，而且效率更高，发的强硬更少一些。140块钱1吨，对，这一车沙子的话将近是6方的话6方多，他说6.5方，6.5方左右，对。一车沙子将近6.5方的话，一方是1.5吨，6方的话就是9吨加0.5方，也就是0.75吨。0.75吨，将近是10吨左右吧？对，10吨就是将近1400块钱，1.5。对，来吃饭就好。大概像这个就是每一趟能拉个100斤左右是吧？130斤，130斤左右。对，130斤，大概1吨的话就是140，按照吨算对，按吨算。看我身旁的这辆飞机比人都还大很多呢。它的电池呢就装在这块位置，有4个桨叶，非常的大。平时呢可以做一些农活，比如说打农药施肥像今天呢就是专门吊一些这个砖块水泥吊过去，每一次呢大概可以吊个130斤左右的重量。然后我们刚刚是对比了一下我们船的话是一天跑是500块钱的一个船费，然后要加上4到5个的师傅去转运这些材料，实际上一天算下来的话也是1000多块钱。这个无人机吊过去的话1吨的话就是140，如果像一车沙子来算的话，一车沙子是10吨，就是1400。实际上按着这么算起来的话，可能无人机的费用还是要高一点，但是这个呢就省事了很多，又简单了许多，速度呢又更快。赶工期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这个呢也更安全，毕竟在河上来来回回的这样子去走，这个人呢在船上还要做工，这个还是有点安全隐患的。我觉得因地制宜吧，确实看这是3个大哥接下来怎么去安排。
怎么去商量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毕竟啊，改造这栋房子后期还要很多的材料转运过去，包括这栋房子的屋顶全部要换瓦片，又是将近1万多斤，要全靠这个转运过去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